不愿与中国硬碰硬，韩国机智躲避拜登恶华意图，到底是何原因呢？对拜登遏制中国的战略有什么影响？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关注忠诚 Talk。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拜登政府为了打造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可谓是绞尽脑汁。在中亚地区布林肯表态有意回归对中亚的军事基地部署。在南亚地区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过会晤。在东南亚地区，拜登在此前的华盛顿峰会上也刚刚会见过东盟的各国代表。在东亚地区美国总统拜登近期也在对韩国、日本进行访问，每到一地必提中国。本以为日韩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在涉华问题上能够和美国保持一致，但是令拜登没有想到的是，拜登一抵达韩国，就在韩国吃了一个闭门羹。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在美国领导人拜登与韩国领导人尹锡悦举行完会晤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内容主要分为3大板块：一是区域内合作问题，韩国承诺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二是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将加强对半岛问题的关注，承诺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为韩国提供全方位的防御能力；三是经济问题，双方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半导体领域、能源领域加强合作。在声明内容出炉以后可谓是出乎外界很多媒体的预料。本以为这场美韩联合声明很可能会涉及到对中国的表态，但是声明内容只是在南海航行问题上统一了意见，毕竟这涉及到韩国的切身利益。除此之外，并没有出现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露骨言论。就连印太经济框架也可谓大幅缩水，更是多次重申没有将中国排除在外，也不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冲突。从结果来看，拜登访问韩国可谓是被啪啪打脸。韩国总统尹锡悦根本不愿意与美国讨论涉华问题，机智回避掉了美国在这方面做文章的可能性。而之所以呈现这种情况，其实也并不意外。一方面，尹锡悦需要考虑韩国自身的利益。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出口国、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中国和韩国的经贸额接近美韩、日韩、欧韩经贸额的总和，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巨大。尹锡悦有了萨德事件的前车之鉴，自然不可能一上台就和中国掀桌子。而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军演威慑力同样不容小觑。在此次拜登访问亚洲的同期，中国海军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与韩国相距极近。在中国已经提前表态的情况下，韩国不可能不识时务。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在韩国的碰壁无疑是对美国遏华战略的一大重创。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韩国尚且如此，更何谈那些不算美国盟友的国家，要想拉拢何其困难。拜登在韩国的困境同样也体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身上。就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在中国深度利益捆绑的情况下，美国如果拿不出实际的利益，根本就挖不动中国的墙角，想通过包围封锁遏制中国的崛起，自然也无从谈起。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